在各国投资者眼中，印度市场是朵带刺的玫瑰，屡屡被刺，但又不舍得放手。继小米等一众中国手机厂商被坑之后，网传比亚迪也准备入坑了。据环球时报、观察者网等媒体报道，比亚迪已向印度政府提交了一份10亿美元的投资提案，拟申请与总部位于海德拉巴的印度私营企业基建巨头 Mega 组建电动汽车合资企业。消息传出后，网友们情绪比较激动，对比亚迪的投资严重不看好。有网友甚至提醒比亚迪要做好心理准备：一是工厂被没收，二是专利技术被共享，三是被偷税漏税洗钱，然后被巨额罚款，并调侃到印度办厂将扒你3层皮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第4层皮可扒。对此，小编倒是不怎么担心，因为双方在新能源车领域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，并且比亚迪对付印度人是有绝招的，这个绝招就连莫迪都无可奈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据统计，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，竟然足足有14个印度城市，就连首都新德里也没能幸免于难。而在印度的众多污染源里，燃油汽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对印度而言，推广电动汽车势在必行。印度政府甚至下达了死命令，2030年之前一定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电动汽车。可惜目标很远大，但现实很残酷。目前印度还不具备自主生产电动汽车的能力，市场上短缺严重，不得不向外进口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电动车名扬海内外，自然成为了印度的首选。推广私家电动车有一定难度，印度政府决定先从公共交通入手，因此比亚迪的电动汽车进入了印度政府的视野。2018年年初，印度普纳公交集团公司一马当先，开启城市公交电动化进程，对外公开招标，对公司要求严格，既要续航好、耗电少，又要安全性高、变速灵敏，并且还必须搭载智能交通管理系统。如此严苛的要求，比亚迪 K7 竟然都能完美满足。历经重重考验，比亚迪 K7 最终成功拿下项目，交付150台纯电动大巴。2019年2月，这批 K7 大巴正式运营，一共覆盖了371条公共路线，可谓是广受好评。这次成功的合作令印度方面信心大增，很快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先进的比亚迪 K9。对于比亚迪公司而言， K9 有着划时代的意义，因为这是比亚迪的第一款纯电动客车。这款客车长达12米，造型流畅时尚，空间宽敞，能够契合各种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 K9 使用了独特的铁电池，不会制造任何污染，就连电池本身也能够再次回收利用。K9 的续航能力更是首屈一指。除了自带的电池外，比亚迪还在 K9 的顶部设置了太阳能电池板。太阳能不仅可以作为应急能源使用，还能在正常的行驶中助推电能。如此多功能的 K9 令印度人心花怒放，印度公司当即决定下单1000辆。这笔大订单总价超过20亿，但比亚迪却尤为淡定，不慌不忙地开出了自己的条件，用6个字来概括，那便是先给钱后拿货。纵观整个国际贸易领域，这都是一个不寻常的条件。那么比亚迪为何这样要求印度呢？其实这绝对不是比亚迪小心眼，而是因为印度前科累累。在印度更是有句名言：印度赚钱印度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根据印度经济时报援引印度工商部长公开的数据，从2014年开始，多达3000多家外国企业接连撤资逃离印度。2023年6月，小米被扣押555.1亿卢比资金，约合人民币42.8亿元，这几乎相当于小米去年净利润的56.7%。2022年8月 ，vivo 被罚8亿人民币，7月 ，OPPO 被指控逃避关税，合人民币约38亿元。在印度经营很长时间的荣耀也宣布撤出。
2008年6月，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在印度拿到了沙圣燃煤电站的项目。本着友好的原则，上海电气垫资13.11亿美元建造了6台66万千瓦超大电站。6年后，在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多年的筹备下，印度沙圣6台66万千瓦超大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。但是，按照合同建成运营之后，不但回款被一拖再拖，还反被印度起诉环境污染，勒索21亿人民币。除上述企业，还有华为、阿里巴巴等在印设有运营单位的企业均在审查之列。当然，在严格监管外资企业这件事上，印度是一视同仁的，国外企业也没能逃脱。2017，在印度市场耕耘26年的通用汽车，累计亏损5.88亿美元后退出印度，并发表声明称，在印度无法期待取得与投资相符的利益。2021年，福特也宣布退出印度市场。从1995年进入印度以来，福特在印度累计净亏损超过20亿美元。除了上述企业，宝马、微软、诺基亚、IBM 等巨头也都在印度市场遭遇过挫折，遭遇过印度的巨额罚款。2022年，印度以亚马逊违反了相关财务规定为由，对其罚款1.72亿美元。2019年也曾以行贿为由罚款沃尔玛2.827亿美元。同年，沃尔玛退出印度市场。在此之前，印度以违反外国投资法为由，罚沃尔玛13.5亿美元。2022年1月，印度政府以垄断手机商店、收取30%佣金的罪名，把苹果公司告上了法庭，要求苹果公司缴纳11亿人民币的罚款。2022年10月，谷歌也被印度政府告上了法庭。反垄断监管机构印度竞争委员会宣布，谷歌滥用其在安卓移动设备生态系统的市场支配地位，对其处以近134亿卢比的罚款。然而，就在本案处罚落下的1周内，谷歌又因为滥用市场地位，强迫应用开发者使用谷歌支付系统，接到93.6亿卢布的反垄断处罚。短短5日内，2笔罚款合计超过227亿卢比。尽管印度市场危机四伏，但比亚迪仍然决心扎根于此，开拓业务。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比亚迪又做了些什么呢？其实，面对复杂的印度汽车市场，比亚迪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应对良方。在结算时，要求先给钱后交货只是手段之一。早在2007年，比亚迪便将目光投向了印度，但与一般的汽车企业不同，比亚迪没有贸然进入市场，而是先建立了手机工厂，主要负责制造零部件与电池。这是打探市场的第一步，更是建立关系网络的明智之举。比亚迪耗费了10几年时间来了解印度，直到2013年，销售汽车才被提上日程。然而，比亚迪并未选择直接卖汽车，也没有试图在当地建厂组装，这些方式成本过高，一不小心便容易积压存货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比亚迪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，那就是与印度本地的公司合作。当谈及合作生产的内容时，比亚迪明智地选择了新能源电动车，并以电动大巴开局，成功预判了印度政府的未来着力点。果不其然，印度政府在2021年公布了国家长远规划，其中便有着2070年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。这是比亚迪战略上的一次成功，也为比亚迪销售自己的电动汽车奠定了基础。近年来，比亚迪在国内的销量持续增长，这给了比亚迪进一步扩展海外市场的勇气。拥有巨大潜力的印度自然是开拓的重点。除了2019年谈成的 K9 大单之外，2021年比亚迪 E6 电动汽车与印度出租车企业合作，打入当地市场。随后，比亚迪元 Plus 在印度上市，广受好评。其实签署 K9 订单时，印度只想预付10%，等1000辆公交车交付到印度以后，再把剩余的款项支付给比亚迪。然而，比亚迪拒绝了这项要求，并希望印度能够一次性支付20亿全款，否则拒绝达成交易。比亚迪的要求瞬间惹怒了印度官方，印度商工部部长、印度财政部部长在内的多位政府高官公开谴责比亚迪，声称比亚迪公司违反惯例和规则。这种行为损害印度的商业声誉，使得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不可预估的损失。经过多轮谈判，比亚迪提出印度可以分4期给钱，交完一批钱便可以拿到一批货，以防万一。比亚迪还拆分了车体和电池，不给钱就不给电池，彻底断了印度耍赖不给钱的后路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和印度合作还需要做到哪些防范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
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